of cars allowed to like bring 6 people? Several cars that actually allow more people. It's really fun that actually there's more people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culture. This is a car for getting drunk.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How much do you buy? 你曾想过有一种旅行，把家直接開往世界的盡頭——北極嗎？在世界最自由的露營國度展開30天的北極圈大冒險。這趟旅程不只有冒險意外、迷路、車禍，在海邊醒來的調皮野生鯨豚，在雪山中入眠，雪地馴鹿大遷徙，無照開船衝進世界最美峽灣，感動驚呼人生最美公路，世界最北端登山尋找北極鳥。準備好了嗎？跟着肉筆頭2家人2台露營車，一起開向熱血未知的北極圈大冒險吧！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歐斯陸了，今天要去走走歐斯陸市區景點。我們認為到歐斯陸會比較熱，可能要5、6度，還是很冷。好，首先就是我們要叫車到市中心嘛，大概10分鐘車程的價錢是這樣子。哇塞，10分鐘。對，那為什麼我們不搭公車呢？公車要轉來轉去也挺麻煩的。10分鐘，用走路的啊。汽車10分鐘，你覺得要走多久？阿小巴。叫計程車來他們的市中心了，我覺得找好久，我找拍到我們這種可以停7、8公尺的停車場，即使可以停也是超貴的。奧斯陸它其實不是個旅遊城市，而且它景點很多都是用走，所以我們今天大家就用走的就好了。這裡的行程都是你們最愛的什麼？歷史古蹟。大家表示我埃及看的還不夠多，大家臉都變色。對，然後我們現在在它不要，沒有點歌。然後我覺得這邊好安靜的一個首都，是因為不是觀光季節還是什麼原因？有一些網友分享的啦，以北歐4國來講的話，好像在挪威的 Oslo 這裡不算是特別的熱鬧，可是我覺得他們很喜歡用玻璃蓋房子，有一種規律的美。這邊有很多的裝置藝術，像那個上面有網子哦，真的哎，一群人糾纏在一起，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它這個草長這樣一區，真的好可愛哦，好溫暖的陽光哦。剛他們3個後面突然傳出，哦，好舒服哦。挪威的人均 GDP 多少錢啊？大概386萬台幣，400萬呢。但是他們超市很便宜耶，難怪他們一家至少配了1台露營車，大概2年的年收就可以買1台了。哦，它一個其實1500左右，對，跟台灣價格稍微。其實我覺得是貴蠻多，但這個地方本來就一級戰區。那我們來看一下挪威的 Seven 的物價如何。這三明治75塊，它這個就算是台幣我都買不下去。我也覺得有道理。這一罐120台幣，在台幣這樣可以買幾罐？4罐有吧？水更猛了，水跟汽水一樣貴哎。其實有點像是挪威幣當台幣來賣，連冰棒都是20、30塊，超貴的。現在去看一下精品，有人說這裡退稅之後很便宜。28,900. Can we do like tax refund here? Tax refund will be 7萬多，看起來是比你那個官網便宜。薩拉馬庫呀，拜拜。他聽我們來幾天？他聽我們來30天，要傻眼。這是台灣的價格，62000。你不能拿官網價錢去比啊！不然嘞，我在國外就是可以退稅，我才在國外買，不然我在台灣買就好。哦，還好嗎？他退完稅是這個價格，賺了14000。現在來了一間二手店，樂想來逛逛。這要399。望州之，這二手鞋賣的價錢，我覺得很不 OK。這邊的東西的狀況真的都非常好，但它單價其實有點高的。你去看這邊的始祖鳥火腿式外套，1件還是蠻貴的。黑色的硬殼外套，所以大概3萬台幣，那我覺得蠻貴的。這個是他們蠻有名的一個羽絨外套的系列，4400，我覺得蠻貴的。它也許扣掉退稅可能會便宜一些，可是你要說價格超級漂亮嗎？我覺得還好。現在是他們的市政廳了。看來他們的辦公機構，我覺得更像城堡了。這件事不用門票，但是他說你要排隊入場。市政廳確實是有很多人會來這裡結婚，這是他們結婚辦結婚的儀式，這很像我們結婚去市政府啊。是哦，我們不是户政事務所。對。終於輪到我們進去了，大家要先過安檢。哇，這裡面也太漂亮了吧！這壁畫真的很壯觀哎，而且座位超多的。這裡的配色真的超典雅的，它就是黑白大理石，再加上飽和的色系做的一些畫作之外，然後很多那種鑲金的雕刻。大家是不是也覺得這裡根本是美術館或是博物館呢？
完全不像是我們印象中的政府機關。原來在歐洲的歷史中，富裕的城市通常都會聘請頂級的藝術家來裝飾市政廳，用來更好的彰顯城市的偉大。那市政廳的這些畫作，當時設計的初衷就是為了打造一座屬於挪威人民的紀念碑。這裡其實也是每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場地哦。整體來說，我覺得有些地方蠻漂亮的，可是我們剛排真的有點偏久，比較可惜。就是假設时間比較緊迫的話，可以自己斟酌一下。我們現在到了皇宮，它沒有開放，但是它看起來其實更像市政廳哎。衛兵竟然是女生哎，因為挪威是一個非常重视性別平等的國家，他們從2015年開始啊，不分男生女生都一定要參加兵役。哎，有人剛剛 selfie 哎，他問他說 OK 哎，他要求他在線外哎。國家歌劇院。你聽得懂嗎？我聽得懂，都鴿子啊。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外形極度特殊的博物館。它是歌劇院哦，它是歌剧院。这歌剧院外面有很多人是穿過玻璃的，這個造型超美。現在後面這些美術館也是當地非常著名的美術館。這個地方最知名的就是吶喊，還有3幅畫，每半個小時會換一幅。7位選手們已經看到那個有點美感疲乏了，所以今天就不再帶大家去美術館。在市中心聽到這樣的音樂蠻特別的，覺得好有精神哦。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没有那种第一次来歐洲到處在街道拍照的感覺。這些人已經疲勞了。看我現在滿臉笑容。你真的很喜歡，賺了1.4萬。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你們來到市區好像還沒看過露營車？對，真的沒有。對啊，代表這邊市區真的比較不好停，所以比較沒有露營車會開進來。前面這個店叫做威諾，就是挪威反過來念。然後很多人說這邊很好找到各種紀念品，因為它賣得很花。裡面還有做這種造紙。這個紀念用品店也太用心了吧！然後還有這個，很多小朋友去摸它，好恐怖。這是他們的小精靈，這鹿角開關器，他說總覺得這個拿得更難開關，多難開，而且還會刺到自己。如果我們在森林裡面坐着，他如果真的走過來，我會怕，我覺得我應該怕爆。這是圖書館，有點像書局。我也覺得有點像書局，不像圖書館。哇，你看這邊的燈，蠻可愛的。有點像是他 scan 小朋友的畫作，然後他有搭配一個很棒、超舒服、超搭配的音樂，然後就是讓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享受，我覺得蠻特別的。他的嬰兒車的停車車位超級爆炸多，你看對面有大概8個嬰兒車的車位，然後這邊又有2個，那邊一整排都是。所以我覺得他們這邊對小朋友真的蠻友善的，他們生育率據說比台灣還高哎。你們猜看這都是什麼東西？你們來猜看看，大家猜看看。大使館。猜對的話有大獎。女王的家名是每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都會在這邊舉辦。每年諾貝爾，所以那個 NOBE 然後諾貝爾沒有進去一邊，可是它旁邊的商店我們要進來。它這邊就是放上每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一個彈珠240塊台幣。哦。想來問一下大家的心得。那我想問的是，挪威讓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天上到地上都很乾淨。地广人稀，郊区好像都活在童話世界。赛船，冰川健行，冰川健行一樣。你看男生，我们这个坐錯駕駛人了。下一題，這個是終極大對決，大家在心中挪威的第1名景點。我覺得睡在冰山裡面。就是那條叫什麼？精靈之路。精靈之路。北角的馴鹿群，聖誕樹枯掉，然後那個雪山的那個景色，鯨豚類的那個路，而且那還在北極圈裡面呢，我們還在北極圈吃飯，冷死。精靈之路，精靈之路，哇，精靈之路4票的哎。那你們會推薦這輩子一定要來挪威玩嗎？會的舉手。今天要來開一次露營，全票通過。最後一個問題是挪威的一句話，水裡來冰一句，御寒的要準備好，想要享受風景。露營車比較方便，真的，而且這邊的露營的環境蠻友善的。露營車。許多國家我覺得不一定一定要來，可是挪威是一輩子一定要來的國家。我覺得真的很難有一個國家可以再超越這點。我們接下來剩下幾天的時間，有辦法回到芬蘭嗎？有。超帥，是有潛水。露營車就直接丟着，然後就坐飛機回去。超扯！我們剛剛一下個雨哦，我的報價完全從30秒之前到現在直接貴了300台幣，超扯！一瞬間。You be an Uber driver? How much usually you can earn in per month?
between 35,000 kroner. How many languages you can speak? Pakistani Urdu, English, Spanish. Wow. A little bit Norwegian. Which one is the most difficult for you? I think no language is difficult. All right. The next my goal is learn French and Chinese. If one day you will leave Norway, which part i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in your opinion? Job. I just like to drive and meet sometimes new people. Have a nice day. Same to you. Bye bye. 我们回来我们的车车了。好，那我们现在要离开 Oslo 了。哇！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的超市，我看一下超市的物價如何呢？這15塊，那等於它才45塊台幣而已。香蕉1公斤26元，一袋才台幣60塊，我覺得可以買耶。一斤，我瘋掉，真的耶。不知道你這邊有點 per kg， 這個你推薦嗎？所以這個雞腿雞翅這個牌子好吃。它現在有特價，所以這一盒大概8324，240。大家覺得算貴嗎？而且它可以讓你混搭哦，你雞翅跟雞腿你可以混搭哦。好，我買一套，謝謝這個很強的 sales。它的果醬我覺得超級可以買，他們是真的都有果粒在裡面。台灣買一罐可能要個300-500，那你在這裡就超便宜的。然後還有很多人說來這裡必買的就是這種鮭魚罐頭，但是這個我自己是覺得蠻新的。還會買必吃的就是早餐，就是一定要有麵包，有這種塑膠袋包裝的，單價比較高，要150塊一條。但你可以買到超便宜，你看這才9塊，等於30塊一條。玉米脆片爆炸便宜，這台灣一盒應該有一個100多200，然後它這裡只要75塊，然後跟它這種五穀雜糧其實都很便宜。那還有很便宜的是優格，直接倒進去之後它就有一些內容物。它這在台灣的 Costco 買一桶大概要個300-500塊，但它這裡只要75台幣，超便宜。那優格最重要搭配的東西，我跟你各位講，你來挪威，請你一定要這樣吃。我們會買草莓，加上這種莓果綜合的。然後再加上這個紅石榴，吃完的優格盒把它倒進去之後，那我每吃新的優格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挖出來吃，超好吃，然後就狂嚼。你每一口優格裡面都有果肉，超幸福。台灣人非常重視吃蔬菜，沒蔬菜活不下去，我們就是用這個解決的。那它還有綜合包，然後還有這種高麗菜寶寶，然後他們的牛奶很神奇的一件事情。1%、0.5%、3.7全脂的程度，他們分超級細的。我們都買這個牌子，我妹說相較之下比較濃。你們是買這種醬嗎？啊，對對，這個醬一罐大概20幾塊，其實那也台幣60幾。然後他們煮一大鍋，我們7個人吃，差不多1罐半的費用，所以成本大概1.5，就差不多150以內。光壽司還不算麵條，調味粉超貴，這一罐都要100多。然後大家來挪威生存，一定都會買這些湯包，在網絡上非常有名。你最推薦哪一個？你最推薦這個，60塊台幣，一鍋用2包，7人份哦。大咖啡我覺得這裡非常推薦的一個牌子，我上次有問店員，而且它這很貼心哦。它這個圖片啊，都會讓你知道說它是怎麼沖泡的。像這個就是這種沖泡壺，有沒有？它會讓你知道。然後這是整個大壺。可以用的，然後滴漏的 Dr. Green， 它有出非常多他們的周邊，然後這個號稱是挪威他們當地的國民品牌，所以它很便宜，然後我覺得蠻適合當地的天氣，因為很多人說這裡超乾的，就買了一套下來，我覺得蠻好用。我買它的精華液跟日霜跟晚霜，然後它這個垃圾袋也很扯，我跟你講，你可以從台灣帶這些東西，在台灣可能10幾20幾差不多，頂多30、40吧，100台幣，這一車6000台幣，給它吸啦。但是每天都吃很好吧？拜託大家看完影片，請到下面留言跟我講，你覺得挪威的物價真的算非常的高嗎？還是也可以接受，稍微能生存 ？Try to guess how much you can get. 250, something like that. How about you guess? 300. Okay, I guess like 350. So how much for total? 247. So you are the winner. Yeah. Okay, applause! Bravo, bravo, winner, winner. 出國旅行最崩潰的5件事情，你絕對中過。第5個連我們都吃過虧。第一，下飛機的時候機場大廳網絡連不上啊，你不能用地圖，不能叫車，所以在出國之前先把 Sally eSIM 設定好，你落地之後手機會自動連上網哦。第二，滑 IG 怕流量爆掉，擔心漫遊費，內建會幫你擋廣告，所以會幫你省下3成的流量。App 也可以看用量。3，飯店或咖啡廳免費 WiFi 的時候很怕個資被偷，那內建 VPN 會幫你封鎖惡意廣告，你國外上網用自己的是最安全的。第4，歐洲旅行飛這麼遠，想要一次多走幾個國家，那要一直重辦網卡，浪費時間又麻煩，現在涵蓋了200多個國家，跨國也不用換卡了。第5 ，iOS、Android 都支援，萬一手機不支援的話，24小時的客服會直接全額退款給你。第6 ，iPhone 用戶隱藏功能 ，iOS 26版本，你出國回台灣自動切換網卡，連操作都免。7，大家記得在台灣先把 Sally eSIM 的 App 載好。Sally.com 斜線ZOEBITALK。
把方案買好，結賬的時候輸入優惠碼 ZOBITALK 首購還85折，鏈接放在內文，還有置頂留言，更多露營車跨國好用裝備持續推薦中。今天在挪威的最後一餐，因為我們現在在挪威的邊境了。今天在邊境還是吃得很好，有烤豬肉，還有蝦子、青菜跟那個炒肉。好吧，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祝你生日快樂！謝謝啦，謝謝啦，祝你生日快樂！吹蠟燭，很靚的。好，先掉了。也祝阿翔生日快樂！怎麼關我什麼事情？我當初都沒有幫你買到。你怎麼不顺便祝你媽一起生日快樂？對啊，真的哎，你們這些4月的，剛剛阿翔馬上在對那個單子，因為是我們上次被人家 A 了1盒草莓跟1盒雞翅，就阿翔馬剛剛在對的時候，他就很大聲的說：“我們草莓蛋糕誰哪裡草莓蛋糕？怎麼會有草莓蛋糕？”对啊，我就重點是他還說超級貴，那現在有貴嗎？貴啊，一個100多。那媽媽，你覺得明天要去哪邊？瑞典，爸爸說那路線一定要走瑞典才會到，他都把你分析得很透徹的。哦，真的假的？那接下來他爆雷，會去柬埔寨嗎？不是，我們今天要帶大家跨國境了，所以挪威片已經要正式告別了。今天要帶大家進入，你媽一定知道。右腳跨在挪威，左腳跨瑞典，因為我早就知道不可能飛過去的。但是今天的邊境蠻特別的，好像沒有地方可以停，所以可能沒有辦法拍照。但是你可以在車上，你可以舊橋可以上去走。雲老師來硬的哎，慘了，他之後要單飛了。他被年代他的 KOL 了。好，那我們幫雲拍拍手，拍手。結果我們現在轉換路線了，因為我媽剛剛突然提供一個有用的情報，她說她想要去舊橋。我們現在抵達了挪威跟瑞典的邊界。對，就這條線，我們進來瑞典了。你離開挪威的感覺是，這些號誌都變得不一樣的時候。而且我覺得蠻特別的，還有就是，他網絡上說有一些會過海關，就我們原本很猶豫要不要來，就來的時候看到沒人，還是他們福利真的太好，週休2日海關沒在上班。進入瑞典篇，等於說我們現在到瑞典後，我們的號誌就會長得不一樣。真的重新學習，超沒有那種跨越國境的感覺。上面的國旗，瑞典跟挪威的國旗。一進來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旁邊的樹很高，比阿翔高。好，那我們现在去瑞典的第2個大城，好像叫哥德堡嘛。今天的風大到我好怕後照鏡飛掉。在奧斯陸附近開跟在瑞典之前那邊開啊，跟那我感覺比較像在芬蘭，因為我們在芬蘭很多時候都走這種跑步。高速公路上比較没有那個地方的大型廣告。哦，你說像台灣一樣哦？對，他們大概有1層到2層的大方向，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起的，前面還在。真的，好恐怖哦！鬼子漂移，為什麼他們這裡高速公路是紅色的？好酷哦！這邊怎麼城市全部都是紅色的？他們這邊散步蠻舒服，行人在那邊很舒適，然後騎腳這邊很舒適。我們現在來開箱瑞典它的露營車設施了，超酷的。那你按開始之後呢，第一步有些地方會要錢，但這裡是不用錢的。那你接下來 Step 2，選你自己的型號，然後你等下就按這個之後，然後轉開你這個按鈕，然後把你的車子推進去，然後按 Start 之後，它好像會洗。終於有人可以幫你洗了，他是弟弟的好幫手哎，好朋友，不然就等於是你手洗啊，怎麼了嗎？來，弟弟。他感覺是把那些水流掉，可是他不會幫你清桶。它裡面原本的顏色，但是其實你自己聞一下，這是清潔劑的味道了。全員 respect 這個男人，不能再更多了。你之前的清潔狀態，你讓他你給他幾分？我給他諾貝爾。你給他諾貝爾，頂到不能再頂，連獎都搬出來了。我想自己用，因為自己用比較可以看清楚，然後自己處理。怎麼有這種奇怪的選項？他想是怪人。腳本哪裡拿的？腳本哪裡拿的？拿錯份了。你看他每次都一直噴這個水，所以每次你一走之後，他就會把這裡洗乾淨。但今天風太大，這真的有點挺強的。不知道弄得乾不乾淨啊？不過它好像超級乾淨。好啊，帶你我的皮看買啊。瑞典不用多少錢？ 1000塊呢？瑞典是台灣的1倍。台灣是瑞典2倍多。對啊，台灣是2倍多。這個城市的電車超級多的，光這個 corner 就4台了。結果我們現在即將第一次在瑞典加油了，到底這裡的柴油有沒有比較貴或比較便宜呢？柴油17.74，可是那為什麼他那邊秀是15啊？對面的機器壞掉，它這裡就是一樣的價錢。
搞得我好亂吶。哇 Your car? Yeah. Is it from your grandfather? No, I bought it a week ago from Vietnam. Can I know about the price of this one? Why? I think you buy this one have to pay a lot to like Repair. this one, right? It works. Okay, I agree. I did that one. Don't tell me this is alcohol, okay? It's alcohol. It's alcohol. Gosh, it's super cool. Don't nervous, okay? I have license. It wasn't like this from the beginning. They welded the door shut and they cut the roof off. This is a car for getting drunk. From a ca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raining day? I Cold. just drive to a garage and stand it till it stops raining and then we go. Okay. Why not wearing swimming suit? Everyone can because enjoy there's too much here. rush tolls. It's a super car. Woo! We do like this way. Super. 结果又来了一台，也是属于那种年轻人，他音乐放的极大声那种。哇，窗户都派去。这型好像我见。刚那边停了一台老爷车，然后3个女生跑进去问厕所要钱之后，他们走到我弟车后面，在车后面尿尿，哎，这是我们来瑞典的第一天，就给我们一点下馬威嘞。又来一台，他们今天是什麼派對哦？我覺得是，如果有車距又方便到的話，我們可能去問一下好了，看能不能參加。Here. This area? Yeah. So I can see like everywhere. Yeah. Notice. How many cars total for today? 300. Appreciate. Yeah.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in your language? Tack så mycket. Tack mycket. Yeah. Okay, I will practice. How do you say brother? Broder. Broder. Yeah. Okay. Tack mycket. Thank you. 他们連老的都有參加。我們旁邊也是車展的車，然後他們人超好的，他們剛剛看我們車比較大，他們就把車移過去讓我們停。Do you have like a party area or just like go around? Just go around. It's a Swedish tradition. All of the cars will come there. What about like the case they can attend? It's usually American from 40s to around 90s. 80s. So usually this type of car allowed to like bring 6 people? Yes. Yes, several cars that actually allow more people, like 2 or 3 extra seats in the back. It's really fun that actually there's more people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is kind of culture. Appreciate, bye bye. Enjoy. 他们这种车都很长有一些跑车友真的混进来。哎，这台保存的好好哦。哇，他們都很有年紀，也是開得開的。阿公帶着孫子，哇，嬰兒也在裡面，而且他們都在裡面 party。在現場，我們2家7口人真的超傻眼，一台接着一台的美式改裝老車，加上這種微醺的開趴氣氛，這哪是我們印象中那種高冷極簡的瑞典啊！這時候阿翔爸媽看得很興奮，他們說好多車款都是他們以前在電影甚至是黑白電視機裡面才看得到的限定車種跟型號。這個活動對他們來說算合家觀賞就對了。超歡樂的，沒想到還有很多帶小孩的。可是有些年輕人太瘋了，會跑到車裡。而且我覺得他們很自在哎。結果一查不得了了，聽說瑞典人均擁有的修復版美式老車竟然比美國本土還要多，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冷知識啊？查了一下，原來是因為在2戰之後，哥德堡的水手們從美國帶回了最新搖滾樂還有汽車潮流，再加上戰後的美國二手車當時非常的便宜，於是這股改裝美式老車的風潮就這樣在瑞典大流行了起來。Hello guys!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Is that a score? Yeah, we're racing. Would you guys like to show me like which type of the car is your favorite? Like 5 score! Show me the score. 5. Why? Because it's old. But this is Because it's old. New one, so they get 1. This means that the car is not good. It means it's shit. Very mean. And how about this one? What's the meaning? This means give us beer. So can I now get beer now? Yeah. All right. Go around and show it. 有一派玩家，他們是專門改裝啤酒車，生鏽、凹陷、掉漆，通通沒關係，他們都收。他們說啤酒車的目的就是要帶着酒友們一路開趴，超多人甚至刻意把底盤改到超級貼地板，開起來還會有那種沿路摩擦的聲音或是火花。所以大家未來來到瑞典灣，如果你看到一整台美式改裝老車慢慢的開過去，乘客上面嗨到4肢都飛出窗外，別懷疑那不是電影拍攝場景，那是瑞典人的夏日靈魂解放節日。哎，對了，大家留言跟我分享，你還有在哪些國家旅行的時候意外遇到他們好玩的節日呢？
You buy for this car or your parent gave you? I buy it.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me like how much for you buy? Well, it's a big money actually. So usually you go any place like buy this car or you have another one? I have one more. Okay. So if it's a long distance, we take the other one. Alright, okay, thanks a lot. It's your car? Yeah. You buy it all from your parents? Yeah, it's myself. Okay. You're the driver? No. Okay. Chevrolet. Is it your car? Oh, yes. Okay,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like how much you buy? 300,000 crowns. Yeah. So usually daily you drive this one or you have another? No, not daily, only on like occasions like this. You see, this only not the car, it's air suspension. 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Show me. Whoa! It's flexible! So this is new. Wow, it's super good. It's my first time seeing It special. costs like 4,000 euros. Is there anything special like about your car? Everything is special. 他问我弟为什么不喝，然后 So, so in Sweden can drink alcohol and drive a car? I said, no, so that's why. 瞬间秒懂，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他？对啊，而且他也不直接回答我说不，我等下要开车。他也不会为什么？他不正经回答，他只是访问。我们现在要带大家去瑞典的第二大城，对，哥特堡，就有点像是台湾的板橋，高雄吧，板桥。第二大城哦，一定有人喷我說什麼天龍人。這個城市，你看它正在運河，其實蠻漂亮的，路邊超多人在那個吃東西，感覺很悠閒。現在後面這邊就是我這次來的主要來看的地方，這邊CTO是個海鮮市場，這邊海鮮市場，但是聞不到那種臭味，而且好有氣氛哦。然後旁邊的蠟燭是用那個螃蟹跟海膽的，真的好乾淨，地板也超乾淨的，它很可愛。你看它這邊會放一個 sample 牛，告訴你這是什麼肉，又是一個不用國際語言的展示方式。這還忍心吃嗎？這是熊的肉哎，有想吃嗎 So can we eat directly or we have to cook? It's like cut it. So it's better with alcohol, right? Okay, I take it, please. Can I pay by credit card? Okay. 他們這裡都可以信用卡支付哎，我拿200多塊，我們這樣1塊，200多塊。北歐會吃很多讓我匪夷所思的動物，馴鹿跟金魚。你有看到台灣的嗎？哎，真的哎，台灣的幾百顆哎，還有五角哎。你終於要叫別人哥哥了。對，很少有人給我這麼大壓迫感，大概絕對有205以上。我覺得瑞典人比較高一點。我覺得好像真的比較高哎，不論男生或女生，他們女生應該人均175吧。瑞典的人比那個挪威的人還要黃一點，沒有那麼白。我覺得他們人長得差蠻多的。這是我們在北歐第一次看到路上有比較多的垃圾。我們剛才看問 AI，他說這個可能是在支持巴基斯坦。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城市的美術館，它的好處是它的票價比較便宜，200多塊吧。快200年前的時候，他有辦法畫出這麼3D 的畫，哎，超猛的！他是到底怎麼把它畫這麼柔？對啊，我也覺得，就是完全畫得像照片一樣，細緻到一個可怕。他這個顏色到怎麼會上的這樣？對啊，然後他光暈，感覺到他頭髮都看得到，很扯，然後連蕾絲都超3D 的。這是我人生第一個親眼見到的畢卡索的畫，我覺得蠻酷的，我覺得離他好近哦。我們現在逛的這座哥特堡美術館，請放在你的人生清單裡，因為這裡收藏畢卡索、莫內、梵谷等大師的真跡耶。但最讓我們意外的是，這裡竟然有美國登月的展覽。原來當年的美國太空人就是在哥特堡的相機店買了瑞典品牌的哈蘇相機，把它帶上太空。就 NASA 一看，那拍出來的神級畫質，於是直接跟哈蘇開啟了10幾年的合作，也成為了阿波羅計劃的御用相機。那現在美術館裡的哈蘇攝影中心，甚至還有當年太空人帶上太空的同款神機。我好像在尋寶，快點！你現在找哪一個？說他全部都找到了。對，哇，我媽真的當成城市尋寶，那現在這幅真的沒有展出來。這個作者我比較不熟悉。這個博物館很成功哎，就是它有可以玩的地方，然後同時就是大人也可以找到樂趣，就是一個一個解鎖必看的那個項目。這其實也代表它的那個指示手冊做得很清楚。我剛跟我妹在聊心得，然後我妹的意思是說，我妹很推薦去復興長宮看。那你現在畫畫有厲害嗎？還是沒有？沒有很厲害。但是我設計第1名，台詞是我幫你做的。哎，怎麼可能？就聽你才是我幫你做的，還被老師說你是不是去外面買的？找代考。真的嗎？我3年級，你4年級，然後你那時候課要用冰棒做一個小房子。
我就用冰棒棍幫你蓋一個房子。你是幫忙我一起，姐妹互相幫忙而已，就是一起陪她做。那時候還熬夜陪她一起做，然後做得太漂亮精緻，老師懷疑我們去教大人做的。那房子還留着？那有可能，爸爸媽媽哪有時間幫我做作業啊？老師就說你這個看起來就不像是自己做就該領。結果後來我上訴嘛，我完全忘了。不知道你以前諾諾應該是沒有吧？我也很諾諾，你以前都吃那個黃連根。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城市的主要的教堂了，因為它其實是1633年就已經建立成，之前有被大火燒毀，後來又重建，目前是第3次的重建結果。我們現在原本想要進教堂看到今天有人在辦婚禮，很漂亮哎，裡面那个雕塑都是金色、黑白色，很典雅。然後有人会租下廟啦，辦婚禮嘛？有嗎？你可以當第一個啊。然後我發現瑞典在居住密集度高的時候，它都會放2個這個。然後他們很喜歡用他們自己國旗來去做一些警示的標籤，我覺得蠻有趣的。今天住的地方，結果是一大片松樹林。我之前在台灣的時候，我們要花就是可能3、4千、2、3千左右才能住，看你要不要有電的。它在這裡就是完全免費，然後前面有人在釣魚，但據說這邊有超多鵝跟鴨，真的看到了，我要去找他們玩。你知道這裡在 Google 叫什麼嗎？叫什麼？公共澡堂，就是可以洗澡，但它只是不讓你跳水而已。這是今天在市場買的熊肉，他们這邊竟然會吃熊肉的。對啊，我是很訝異的。他們都會說配酒，然後就這樣。他們每個人的反應都會這樣，超好笑的。我要挑一個最小的，聞的它有鹽燻過，所以它不是就是那種純生肉，吃起來還是有點偏腥。但是相較於那種金魚肉、麋鹿肉、馴鹿肉比起來，它我覺得 OK， 就有點像大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這看起來有點像是那個烏魚子的那層皮，對不對？這是熊的籽，我還可以接受。它的口感是可以的，熊的味道一衝出來，太熊了，那個熊味，它的味道好血。如果今天你不跟我說什麼肉，你一餵給我吃，我一定會嚇到，我會說這是什麼肉？哦，對，他們喜歡很騷的肉。給你吃啊。好。现在在丹麥這裡最可怕的螺旋塔，我不敢看。它蠻富麗堂皇，它更有一種在皇室生活的感覺，不愧是皇宮，整個天花板的裝置都非常的漂亮。大腦換大便，變地哦。他們船開得很舒服，看起來好臭哦。每個住宅有40、50個圈。這個據說是